你们俩去哪儿了？这是。爸爸！哎呦，宝贝儿，你们俩去哪儿了？我们俩去农家乐了。吓我一跳，跟爸爸说，听见没有？我和妈妈都可想你了。我也想你。宝贝儿，你先上楼，爸爸一会儿上楼陪你玩。我跟妈说点事儿啊，快去。老婆，什么情况啊？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咱们结婚那么多年。你从来没有这样过，跟我招呼不打，带着小莫说消失就消失，到底什么情况？你跟我说说。你说句话行不行？我一个人在家里就像一个流浪汉一样，饭没人做，衣服没人洗，我这老公当的，老婆跟孩子去哪儿了我都不知道，咱们这个家还像个家吗？我不是给你1个月时间吗？你都干什么了？上班下班回家呀。我公司事儿多着呢，我天天都在忙。忙着约会吧。你说什么呢？柔软时光。我都看见了。你根本就没打算跟他分开。老婆，你误会了，你别跟我说，你们在柔软时光牵着手谈分手，还要撒谎吗？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啊？那把钥匙，还有你每次回来身上的香水味儿，信誓旦旦骗我说要辞职。知道什么最让人伤心吗？就是我每次劝我自己去相信你要说的话，恐怕那个时候你都在庆幸自己又一次顺利过关了。还有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手机通讯录上我的名字从老婆变成了依林？那个名字你用了16年了，你别再碰我！别再拿我对你最后一点信任不当回事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你根本不配当个丈夫，更不配做个父亲。你想好了，如果这个家真不要了，那你就直接去找一凡，他是律师。如果日子还想过下去，那就请你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。我只给你2天时间，后天这个时候听你答复。喂，老婆，我都想好了，我断。怎么断？我跟他说。我不信。天地啊，你让我想想。秦山，
我依林，今天下午有时间吗？想请你喝杯咖啡。怎么选这么一个地方啊？这地儿你熟啊？咖啡我已经替你点好了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们都是老熟人了，虽然不是朋友。当然了，我曾经把你当成是朋友，你从来都没有过。说这些有意思吗？有啊。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，你跟林伟的事儿，我就会特别恨你。我们现在不是朋友，虽然我也恨你，但还不至于把这杯咖啡泼到你脸上。你恨我都恨到这个份儿上了，就是做不出来而已。我不像你，什么都能做得出来。其实感情的事情呢，有时候左右不了的。你也是女人，你明白的。而且我不认为我这个事情有多卑劣，我对林伟没有任何的要求。我对他的爱未必比你浅，我对他的付出未必比你少。只不过你比我先到。先到就是先到，出去买东西还要排队呢。你戏也唱了，台也登了，现在是不是该下去了？这好像不是你说了算吧？我是为你好，想给你留点面子。准确的说，是想给你个台阶下。一会儿如果台阶撤了，你直接摔下去，不是很难看吗？好啊，那就尽管撤吧。喂，老婆。他就在我对面，你跟他说。青山，对不起，咱俩还是算了吧。依林为了我和孩子付出了很多，我不能为了你把他们抛弃了。江一林，你行啊，你心真够宽的呀！你们能够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。这个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应该想清楚。秦山，秦山，你现在是不是也尝到了被欺骗的滋味啊？是林伟欠你的，我替他向你说一声对不起。6点钟准时回来。哎，我这有点事儿，我先挂了。你跟着我干嘛？你不是说你找不到平衡了吗？你不是说你动摇了吗？青山，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真爱上我了呢。我是真的有点爱上你了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是真的。
你看，你敢吗？对不起。你别跟我说对不起这3个字。我一开始就想到这种结果了，但是唯独不能让我原谅的，是你居然当着江一丽的面，在她的电话里跟我说分手。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这段感情，反正在我心里，我有多爱你，这份爱就有多珍贵。青山，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。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也太小瞧你自己了。怪不得你找不到平衡呢，因为你太懂得怎么把天平偏向于你这边了。